取卵后，小月当时就虚脱了，没多久，她就去泰国做了胚胎移植手术。走之前我们见了一面，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关于雇主的任何信息？一个字都没提过。刘玉山，26岁，南极科技公司高级程序员，之后就辞职了，目前无业，跟孙小月同居，两人是情侣关系。经刑科所检验，在孙小月家中多处提取到的毛发和指纹，都属于刘玉山。刘玉山目前属于失联状态，手机、社交平台、银行卡都是，而且他在20天前几乎断绝了一切的社交联络，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不想被人找到，并且要在现代社会上活下去，拾荒者这个身份再适合不过。我们排除了所有可疑地点，都没有找到刘玉山。林涛，在荔枝园城中村一带，有不少居民和流浪汉都见过右眼受伤的拾荒者。他有时哭有时笑，大家都觉得他精神有问题。据说他的右眼也是被别的拾荒者所伤，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傻子。有精神问题，那就奇怪了。以案发现场勘验来看，这孙小月命案，凶手杀人弃尸是经过缜密的设计的。一个失去理智和自控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不可能完成这么周密的犯罪吧？没错，刘玉山嫌疑很大，但是为什么刘玉山就变成了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拾荒者呢？看来只有找到刘玉山本人，才能知道真相了。林涛哎，3天，给你3天时间找到这个人。，3天？咱们市区下辖那么多区县，茫茫人海找到一个拾荒者，那岂不是跟大海里捞根葱有什么区别？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1天之内就能找齐全市所有的 KTV， 你可是咱们刑警队的星星啊！那都是运气好。一个合格的警察靠的是自身的能力，你小花招可以有，但不能变成资本，知道吗？明白。还有，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困难，案子都好办，还要警察干什么？懂了，队长。太好办的案子我也不感兴趣，保证完成任务。加油！3天。我姐生前最爱漂亮，对，求求你们，帮她收拾一下尸体，让她走得像个人样啊！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已经不具备缝合条件了。那就等清洁完表皮之后再缝合吧，我会尽量小心一点的。可以了，你已经尽力了。生前遭罪，死了之后还要遭罪，命真苦。读诗断语，追凶查案，我们能为死者做的，也就是这些。可你现在做的事情，对查案来说，并没有任何帮助。我知道这么做对查案没有帮助，但我还是想尽量把它缝合的完整一点，可以让他体面的见他家人最后一面，这是我想做的事儿。你不用管我，你回去吧，让我妈妈给你留了饭。
兄弟，回去啊，快车送你啊。不用了，我走回去就行。哎，顺路嘛。我看你挺心烦的，正好我也心烦，在来路上多聊聊。走回去没多久，再说了，我并不心烦。我可以绕路啊，咱俩多聊聊嘛。你肯定挺心烦的，对吧？我并没有和别人聊天的习惯。聊着聊着就习惯了嘛，这遇不上就算，遇到了还不送，你又成什么人了？来，我来吧，真的不来吧，来。来，哎呀，那我就是因为这事心烦。李队让我3天把这个叫什么刘玉山的家伙给找出来，你说我能不心烦？哎，所以你可不可以用你高材生的脑袋帮我想想，去哪找比较好？我来这儿才几天的时间，这件事啊，你问我都不如问导航。而且我听你们那个队长的意思呢，是一起找，又没让你一个人找，你这不是自寻烦恼？哎呀，我这个人嘛，就太有责任感了。这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听说过吧？那不能因为自己是新人，放低对自己的要求。合着靠自己就是找别人帮忙？你什么意思啊？占我便宜呢？我可没这意思。以我的基因啊，生不出你这样的儿子。那就好。到了啊！谢谢你送我回来。我俩这么有缘分，你就别对我客气了啊。你说安然是个怎么样的人啊？我11表姐，你小子是不是对我11表姐有意思啊？没想到啊，外表看起来这么高冷，内心却这么闷骚。我11表姐呢，人特好，善良，有正义感，还特热心，全家老少都特别疼她。所以你放心，这嫁妆吧肯定特别丰厚，聘礼有没有都无所谓。那他直觉准吗？啊？再或者说他行动力强吗？啊？你小子关心的地方还挺特别的。
关机了。他的直觉准不准先不说，你的直觉准不准？但愿不准吧。我是警察，别靠近我！你闯到我家里干什么？你涉嫌杀死孙小月。也没死。小月死了吗？我告诉你，小月已经死了。小月真的死了吗？见到他。你放开我，小月已经死了。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小月。分头找。好。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小月，我就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我，我们回家去。啊！刘玉生，你是谁？你是不是要抢走小月？我不是来抢孙小月的，我是来给她送钱的。钱？什么钱？还你欠下的债。对，我欠了很多钱，小月想替我还上。她为了替你还债，受了不少苦。小月，我对不起，我对不起。快走！去找林涛。小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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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闪开！秦明，哎，兄弟，谢谢。没事吧你兄弟？没事。你不是说你很能打吗？他就交给你了。你还敢袭击？我警告你，马上投降！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照顾好我11表姐，别得别管。扔了吧，别伤着自己。哎，不用3天，1天就搞定。我林涛果然是咱们刑警队的冉冉星星啊！哎呀，你就别嘚瑟了。
喂，十一表姐，我可是你俩的救命恩人。别这么说了，要不是人家秦明先赶，谢谢你啊。哎，喂，忘恩负义的家伙是，起来！我花了不到几个钟就把人给找到了，怎么样？有没有对我有一种刮目相看的感觉？要点脸行吗？人是你找到的吗？哎，要不是我，他俩就待那儿了。还说呢，下次抓人注意点啊，下手别那么重。总的来说，干得不错。那，哦，你不应该擅自行动，更何况，这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你不是不爱建立人际关系，不爱凑热闹吗？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你这人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冷嘛。谢谢你啊。不必了，我只不过是不想再多解剖一具尸体，给自己增加工作量。哎，你这人，算了。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儿？之前说过，尸体在形成巨人观形态的过程中，背部一直处于光滑和有弧度的物体上。我在照片中看到了一处排水管，然后我隐约看到了一处非常隐蔽的金属质感反光点，想必你也看到了，再加上一点直觉。我没有直接证据，我就想来找找看有没有线索。哪知道会遇上刘玉山啊！我可不想干刑侦的事儿。帮我个忙呗，别跟我家里人说，拜托了。安然，主任，你要干什么？学会擅自行动了，你很了不起啊！秦明是来帮忙的，他要是出了什么问题，咱怎么向领导交代啊？那这不是没出问题吗？你这尸体背部可见弧形压痕，有明显的皮革样化表现，很有可能是尸体长时间躺在圆形的金属管道内，金属散热快，皮肤水分迅速流失所导致的。当然，这只是猜测，并没有被证实。我和安法医过来就是想证实这一点，可没想到会遇到嫌疑人。还有，这个主意是我提议的，我很抱歉。看看人家秦明想得多么周密，彬彬有礼，主动道歉，你得好好向人家学习才是啊！哎，对不起，不会有下次了。行了，你没事吧？我一点事都没有，我好着呢。接下来啊，我们去开验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板车钉子上的植物纤维应该和孙小月衣服上的材质是一样的。我也是这样觉得。还有那个棕色的箱子，我认为是刘玉山遗失的箱子，所以那个箱子上应该能检验出刘玉山的指纹，箱子里面应该能检验出血迹和长发。如果勘验结果和孙小月相匹配的话，那你的猜测就可以被证实。那早就送去检验了，应该很快就会出结果了。哎，站住！刚认识就这么熟了吗？接下来啊，放你们两个半天假，回来给我努力工作。谢谢主任。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要小声一点。嘘，千万不要惊动其他人。臭丫头，打电话你都不回，害我一个晚上都没睡，看我不打死你！妈，那我先回去了。哇，你不要这么不讲义气吧！你再说我妈是不会打我的。然然啊，你当初可是告诉妈妈当法医是很安全的，妈妈才同意你去的，你骗我是不是啊？哎呀，妈，乖了，别哭了。这主任都告诉我了，孙俪差一点就丢了性命。妈，我没事儿。快给妈妈看看，你哪里受伤了啊？你看我真没事儿，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事就好啊。你们都出来吧，然然回来了。哎呦，安然回来了。哎呦，哎，爸爸看看受伤没有啊？没事。哎呦，你可担心死我们了，真是。来，涂完这盆水啊，涂完这个去霉运，爱大嫂。我们家可不搞封建迷信这套。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呀？这都是为了你好。就是。对。喂。对不起啊。挺好的，去霉运。哎，对，特别好，特别好。去霉运的，特别好。情绪这种东西，它不会消失，而且也不具备伪装性，所以与这段记忆有关的，就是你的这些负面情绪。你知道，选择性失忆通常是因为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创伤造成的。找到答案有时候未必是件好事。你的潜意识里用一条铁链锁住了一只洪水猛兽，放它出来，受伤害的是你。关于你母亲的这段记忆，就是这只洪水猛兽。如果这只猛兽有什么极为重要的事情想要告诉我呢？你失去的是记忆呀。可我真的很想知道，这段记忆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好奇心害死猫啊，你听说过吧？可猫有9条命。你没事吧？谁让你进来的？我敲了半天门，你都没反应，我就以为你出去了。我是想拿你衣服出去洗。不用了，你出去吧。我家里人要请你吃饭，一会儿你得下来啊。我在门口等你。就在这个时候，我跟秦明立刻驱车赶到，不然事情就闹大了。这说时迟呢，那时快，秦明是最先发现十一表姐的。只不过可惜啊，秦明他有着救人的心，却没这救人的力。就在这个时候，人民英雄诞生了。没错，就是我。我一马当先冲了过去，一脚把他踹了出去。哟，好，哎，不对呀，那照你这么说，是小琴想起来去找我妹妹的。是，但重点是我救了她。那救我妹的是小琴，你最多是打架去的呀。那是抓捕。要是没有小琴的神算呀，妹妹指不定会怎么样呢。哎，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哎，当事人来了，咱们问个清楚。哎，问一下。秦明，来，跟大家说说，这英雄是不是我？是你就是你，你最棒。这么敷衍真的好吗？我敷衍吗？没有不敷衍。哎，来，小琴啊，快坐下。来嘛，坐，对，坐，来，坐。那个小琴啊，阿姨给你道个歉啊。你说你救了我们家然然啊，我们还把你泼一身水，对不起。这个真的没必要。还有这个呢，这是特地给你准备的，舍己救人，不畏艰险。来，拿着吧。好样的！好。哎，对了，你的名字是秦明，秦朝的秦，明天的明，对吧？那好，明天啊，我们大家一起去给你打一个长生牌，我们是要供起来给你祈福的，保佑你啊长命百岁。这个就更没有必要了，我不迷信。怎么没必要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该我了。小秦啊，这酒我敬你，这可是感恩的酒，你可千万别推辞。我先干为敬，来。哎，叔叔，这个真的不行，这样会造成急性酒精中毒，会变成行动和意识异常。啊？不就是喝多吗？说什么中毒？嗨，喝了这碗酒，以后你我二人就以兄弟相称了。我干了。好，哎，走一个，来，走一个。我们公务人员不能喝酒。哎，没事啊，我给你报备过。来啊，走一个，来一个。墨迹什么呀？来，这长辈敬的酒必须喝，对不对？来，这真的不行，这样真的会死人的。来，哎，好，怎么样？这酒不错吧？今天仪式就先这样吧，我先失陪一下，抱歉。哎，没事儿，那就这样，我们吃饭吧。秦明，哎呦！其实呢，大家都是好意，这满腔的热情，客随主便，尊重民俗文化，入乡随俗，反正都是这个意思，你能理解吗？最多呢就这样，这2天我都推你上台吧，行了吧？就那么一小口酒，还能把你醉成这样？当我没说。哎呀，兄弟，你看你这一口酒把你喝得生活不能自理，你也算是个奇迹了吧？所以11表姐，他和你爸结拜之后，你是不是得叫他声叔叔啊？我爸那是开玩笑的。我不喜欢别人开玩笑，但问题是，我该从哪儿论呢？如果从11表姐这论的话，我也得尊称你一句叔叔；如果从你这论的话，那我岂不是长辈了？你敢？快帮忙把你叔叔抬上去。好嘞。哎呀，小心啊！姐。啊？我们打算给刘玉山做个精神鉴定，你们的意见是什么啊？幻听、幻视、感知障碍、妄想，符合精神鉴定标准，可以做。那你们流程走快点啊！中午之前我们交到医院。中午？啊！11表姐，看来你和你叔叔的梁子是解不开了。李姐，再见。还有这些，别说了。好。这刘玉山呢，他以前是我们程序组长，这是公司出了名的拼命三郎，还是我们公司的优秀员工。本来吧，前途不可限量，这要不是发生了那件事儿，他也不会主动辞职。干活了。玉山，干死得了，加油！啊，加油！胖儿，我这边就差你一头就完事儿了。胖儿，胖儿，醒醒！胖儿，胖
胖，你咋了？胖子，你怎么了？胖子，胖子！新来的站你的位置啊！饭前搞定这些文件。你是干什么吃的啊？一天到晚干什么呢？废物垃圾！干什么？你能不能不要站着茅坑不拉屎啊？活着就是个废物，你知道？我说你呢，废物！一天到晚一件都没干，就他妈知道发呆呀你啊！你爹怎么不把你射墙上啊？你活着说干什么？不想干赶紧滚！废物！我说你能听没听到啊？看我看什么呀？不想干了是吧？还看？什么意思？刘玉山离职之后跟你们联系多吗？这个，他后来好像沉迷了什么网络赌博，哎，找我借过一次钱。但是被我拒绝之后吧，就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了。他管你借的多吗？他张嘴就提钱的事儿，我就找借口把电话给挂了，我也没多问他。目击者已经确认了，在荔枝园冷藏库发现的人就是刘玉山。虽然他化了妆，但是特征明显，而且吓了看门人一大跳，所以很清楚就证实了。哎，这是另一个病人啊，先推进去吧。啊，不是，这是我们同事。哦，不好意思啊，我看他目光这么呆滞，以为是另一个病人呢。误会啊。医生，刘玉山现在什么情况？我们给他服了镇静药，情绪稳定了下来。从初检的情况看，病人有精神分裂症的特征，突然表现为重度幻想症。他的发病频率较多，已经达到了入院治疗的程度。不过具体确诊还需要时间。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刘玉山呢？患有精神病家族史，他的母亲是精神病患者，而且3年前就去世了。找了这么半天，找出来一个神经病，那你说这怎么办啊？怎么查？我倒是有个建议，我们可以询问他。像这种病人，他的记忆是混乱的，所以询问起来是有困难的。病人就更不会说谎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认为自己是在犯罪。可是你也要知道，他们说的话不能作为证词，至少有个判断的依据，总比现在什么话都没有的要强吧。他把你当做孙小月，所以询问的时候你也要在，他才会说实话。为什么呀？不是这种事儿，你不应该先问一下我的意见吗？法医不是什么都不怕吗？哎，我严重怀疑你在故意报复我。
我们会全程观看阿法医的讯问过程，一旦有问题，立即终止。刘玉山，男，26岁，无业。嘘，我只想听他说。我是龙帆市警局法医安然。见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月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应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
小月，你想我吗？小月，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吗？我好想你，我真的好想你，小月。孙小月案很有可能是刘玉山精神分裂爆发的诱因，只有对症下药，才能撬开他的嘴。刘玉山，认识这个行李箱吗？你知道这个箱子吗？我把你塞进去了。啊，我想起来，我要做爸爸了。这是什么呀？你要当爸爸了。真的吗？你要当爸爸了。真的吗，小叶？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当爸爸了。谢谢你，小叶，谢谢，我要当爸爸了。但是，我大姑让我回乡下养孩子，可能还会给我一笔钱，让我们抚养孩子。你也知道，我妈不在了，大姑一直把我当自己的女儿。我也不好拒绝他。这笔钱应该够还你的赌债了。对不起，小叶，我知道是我不好，是我对不起你们，我一定改，我戒毒，我还债，我一定找份体面的工作，让你们母子俩过上好生活。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我用我这条命对天放。我相信。我要当爸爸了，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当爸爸了。我下来，小心孩子。对，你快坐下歇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吃啊。你能不能不去啊？你留在家，我也好照顾你嘛。我们都在家，拿什么养孩子啊？但是如果我想你的话怎么办？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啊。山里信号不好，有的时候我接不着电话，你别着急。如果我想你的话，我能不能去找你？没必要，太远了。我们有一辈子时间在一块儿呢，啊！你要记得按时吃药，好吗？很快我就回来了，啊！我得走了。照顾好自己。我想做个好丈夫，我想做个好父亲。那几个月，我接了几个编程的散活，
饭点的时候就去送外卖，晚上再去跑代驾，每天就睡4个小时。但是我一想到你在为了我们的生活而奋斗，我也必须要努力，这样我们幸福的3口之家才能生活下去。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藏到这个行李箱里呢？对，为什么？因为你他妈骗了我！你这个婊子，你这个骗子！慢点啊！哎啊！你快上车，快点快点！你他妈什么意思？什么美好的幸福生活，3口之家，你全他妈是骗我的！我知道了，我是赌徒，你看不起我，我就是个垃圾，所以你想玩我，你羞辱我是吧？没有玉山，我没有玉山，你听我说，你的赌债我已经还清了。你收拾好行李，明天晚上9点我们在家碰头，我们一起离开这儿好不好？你别他妈骗我！你还想让我给你养别人的种是吧？你给我滚！哟，这点事儿没干好，不先回家去吧？你就是个废物！废物！算了啊，要歇着去啊！废物！小叶，我要杀了你！杀了你！当时这个上面放了一个东西，你是不是用这个东西杀的我？奖杯，是我男优秀员工的奖杯。你怎么砸的我？奖杯就在你的身体旁边，上面沾满了血，你的头上也沾满了血。我杀了你。当时我有没有对你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你什么都没有说。我拿起了奖杯，然后呢？然后我就走了。那是我最重要的东西，可是上面沾满了你的血，我擦呀，擦呀，我使劲的擦呀，可是我就是擦不干净。然后我就把它扔到井里面去了。你扔在哪个井里？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你到底用这个行李箱做了什么？我把你装了进去。我要带你去一个我们刚认识的地方，那是最美的地方。但是你的骨头的声音好大呀，咯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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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家。那你就把我扔在那儿吗？我光顾着给你拍照，对不起，小叶。你不是最喜欢拍立得了吗？我就想啊，你最喜欢拍照，我给你拍了美美的照片，你就不会生我的气了，你就能醒过来抱着我。终于住上了，
多可爱的孩子！我们一起把他养大好不好？我要当爸爸了，我真的好开心。按理说，我哄了你好几天了，你也该开心了。可是你的样子越来越奇怪，还散发出了很难闻的味道。我去偷了好多化妆品和香水，我想给你打扮，可是完全没有用。有一次我去偷东西，有几个男的围住了我，他们用棍子打我，他们把棍子插到了我的眼睛里，我看见你哭了。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你看，我给你带了漂亮的裙子，你喜欢吗？是什么东西啊？你怎么长得这么吓人？我的小月不会变成这样的，我的小月是最漂亮。我的小月，我的小月，小月。玉山，玉山，我在这儿呢。玉山，我好久没吃荔枝了。这附近有个荔枝园，那我们偷偷溜进去，真棒。那我得去化化妆，不化妆不换衣服就出门，我可受不了。你等我一下，我去给你找化妆品。亲爱的，我漂亮吗？啊？漂亮，漂亮极了。那边那个丑八怪怎么办？我们就把它扔在荔枝园里吧。好主意，真是个好主意。小月，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谁都杀不死你，杀不了你。你是不是用这个推车把我带去了荔枝园冷藏库？对。
我们就把这个丑八怪扔在这儿吧。好。给你，谢谢亲爱的。好甜啊！我们带一箱走吧。好啊。谁？有人吗？谁在里面啊？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出来！谁？站住！谁呀？回啊！别忘了还有荔枝呢。那天晚上回去我好累啊，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你就不见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小月。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但是我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你舍不得，对吧，小月？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我警告你老实点，小月。今天到这儿吧。等等，你去问他那天晚上有没有在玄关附近攻击孙小月。你有没有在家里的玄关打过我？我不知道。那你有没有按着我的头去撞过墙壁？对不起，小月。对不起。你原谅我好吗？我求求你原谅我。刘玉山他精神恍惚，虽然嘴上一直说是他杀害了孙小月，可他从来没有提起过杀人细节。可能案发当晚他确实带着杀意去找了他，可他并没有杀人，所以也就没有这种所谓的杀人细节。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刘玉山他确实是弃尸者，但杀害孙小月的人未必是他。物证方面呢？刘玉山承认自己撞击过孙小月的头，可孙小月的身上并没有对冲伤。但奇怪的是，我们在玄关的墙壁上发现了钱血和毛发，这就说明有人确实撞上过墙壁。会不会是他记错了呢？他的精神方面可不太稳定。就算他真的记错了，那墙壁上的毛发还有钱血又是谁的呢？那玄关上的毛发、钱血检材做了吗？已经做过了，胎儿的 DNA 提取结果也会出来。主任，来。我们部门已经确认过了，刘玉山参与网络赌博欠的30万赌债，孙小月确实还上了。孙小月给他人代过孕，如果刘玉山的供述真实，那么案发当天晚上，孙小月应该是携带着他人的孩子，准备和刘玉山逃离本市，但是没有想到刺激了刘玉山，引发了他的精神病。哎，现在什么情况？哎，你别打断他，你接着说。假设说我是孙小月的雇主，你觉得我会让孙小月带着我的孩子白白逃离这里吗？你的意思是说，雇佣方也有作案的动机？没错。所以案发当晚，在死者家中很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不排除雇佣方。你的意思是说，案发当晚除了刘玉山和孙小月，现场还有一个人？没错，
而且这个人不是目击证人，很有可能是真正的凶手。你们这么一说，那刘玉山岂不成背锅侠了吗？我去，我到底错过了什么啊？刘玉山是否作案，还要看物证角度给予的确认。他不是说他把凶器扔到井里了吗？你们去找了吗？哦，找了。从孙小月家到排水洞沿途，李队正在排查每一口井。哎，我到底错过了什么？赶紧跟我说一说。剩下的就麻烦陈主任来给你补课吧。推我回去吧。好，主任，我们先出去了。好，回吧。坐稳了。我也想有人推我回去。他说他带我来海边吹吹风，我猜他想借海风和夕阳消解心事。可惜啊，今天阴云密布，海是灰色，天是灰色，风里的水汽也是灰色。我以为他有很多话要说，而他只是默默地望着远方，如这海天一般沉默。我知道法医要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多，我闭上眼睛，吹着他吹的风，呼吸着他呼吸的咸腥空气，听着他听的浪花，是不是这样，我就会体会和他一样的感受？安然，明天带我去逛逛吧。好啊。愣着干嘛？上车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昨天不是说没好好逛过这儿吗？今天我做导游，带你好好逛一逛，就当做为我们之前发生的一些事儿做一些补偿。我们讲和好不好？所以你是打算骑车带着我？那就劳驾您辛苦一下，到了地方呢，我就扶着您走。累死我算了。准备好了，要下坡了。你行不行啊？哎，要相信我，我是个老司机。走了，坐稳了。哎，你没事吧？没事吧，小狗狗？有事儿的是我，你这汽车的动作倒是挺娴熟的。哎，你能站起来啦？呦！我这神经反应。你看它，这小狗多可怜啊！主人呢？是挺可怜的，也挺危险的。这种流浪动物啊，身上带着很多病菌，说不定就有狂犬病毒。所以我们才要带它去洗澡，去检查身体，看看能不能找到它主人。如果找不到的话呢，就带它去办领养手续。你这个决定也太草率了吧？那我当然希望找到它主人了，但如果没找到，那家里刚好缺个看门的，是不是？注意安全啊！马上啊！哎，
那，谢谢。哎，你到底为什么来这儿？我总觉得我来过这里。总觉得？那来过就是来过，没来过就是没来过。喂，老赵找到凶器了。好，我知道了。那我们赶紧走吧。哎，你腿这就好了？先上车。你这腿是不是早就好了？你骗我！别耽误时间，赶紧上车。我亲自去了一趟市局，让技术科的同事们帮我们先勘验物证，很麻烦。总之呢，就是奖杯形态与死者颅骨伤口一致，粘连的血液和发丝都属于孙小月。奖杯上有刘玉山还有另外一个人的指纹，我们在指纹库找到这个人。郭长顺，43岁，理工大学生物科学系教授，去年春节因为酒驾，库里面留了他的指纹。还有，市局对于代孕中间人的审讯有了重大的突破，中间人确认，他就是孙小月代孕的雇佣者。我们需要郭长顺的 DNA， 还有孙小月死胎的 DNA 核实亲子关系。玄关毛发 DNA 出来了，不是孙小月，也不是刘玉山。那如果真的是他，那就说明郭长顺对孙小月行凶，孙小月逃到玄关后，二人发生争执，导致事故发生。但是，郭长顺的作案动机真如我们所想的那样。什么意思？雇主郭长顺费尽心思，宁可杀死2个女胎，也要保住男胎，那就可见他对男胎的重视程度。即便孙小月要带着他的孩子逃离本市，他真的下得去手吗？还是说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情，逼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这个代孕妈妈太可怜了。对啊，哎，你看，都怀孕7个月了，太残忍了。天，还一尸4命。这事情也太可怕了。你看，这下面还有呢。是，太可怕了。哎，太残忍了。同学，郭教授呢？郭教授啊，他10分钟之前就走了。走了？是。郭教授让我们上自习课。副队。秦江，你走，等等！我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我先去隔壁室躲一下。警察现在已经找着我了，说明他们已经掌握我的证据了。行了，等我到了再说吧。是我。喂，李队，郭长顺逃逸了。他怎么会逃逸呢？主要责任在我。那你们先回来吧，我联系交管部门。回不去了，开车追郭长顺去了。你。队长，林涛，你在哪儿？现在什么情况？你放心，我怎么把人弄丢的，就怎么把人给找回来。这老小子没有逃跑的经验，我很快就能追回来。你们把他手机定位发给我。林涛，你听我说，喂。无组织无纪。小高，马上联络省厅和交管部门，全面布控郭长顺。是。
郭长顺，我是龙帆市刑警队刑警林涛，我们现在怀疑你与孙小月谋杀案有关，请你协助我们调查。哇！还受了伤就别逞强，去做追捕嘛。我这不是刑警吗？这都是我该做的，好吧？队长，我说到做到，把郭长顺给带回来了。我是不是应该表扬表扬你啊？队长，这都是我该做的。我要是真让那老小子给跑了，我哪有脸当刑警啊？是吧？林涛，你是警察，不是小混混。你再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给我离开警队！你盯着我干什么？不服气是吗？是，队长，我错了。他伤得严重吗？没什么大问题，就手指脱臼。李队，我想参与审讯，可以吗？郭长顺，我们在凶器上发现了你的指纹，可以证明你就是杀害孙小月的凶手。对。就是我杀的。你跟孙小月什么关系？孙小月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对吧？她是我找的代孕妈妈。为什么要杀害孙小月？事情应该不是这样的。我老婆有排卵功能异常，无法排卵。吃了很多年的药，都无法调理过来。后来我就想，找个代孕妈妈，我相信科学一定能给我带来一个健康的男孩。1年前，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黑诊所的中间人，他介绍孙小月来给我做代孕。在他做完受孕手术回国后，我向他提出来一个不情之请，让他在我的公寓安胎。后来，孙小月就骗刘雨山，说她回乡下的大姑家去养胎。那几个月，我对她百依百顺，百般照顾。她看我这么上心，她也挺感激我的。不好意思啊，我刚没看到。哎，所以在那段期间，你以照顾孙小月的名义，软禁她、监视她，是吧？我没监视她，我也没有软禁她呀，我就是想保护我的孩子。你是在跟踪我？我是怕你遇到危险，医生说了，现在很关键，而且也容易出现危险。你这就是在软禁我。小月，我是在照顾你跟孩子呀。我不需要你照顾我，我就是一个生产机器，你照顾我什么呀？别生气，别生气，你这样动气呀，对孩子不好。行行行，我知道，你不用提醒我。这孩子是在我身体里面长大的，我比任何人都在乎他。
小月，我希望你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孩子不是你的，你不要感情用事。是，你孕育了他，我们全家人都很感谢你。但是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就跟你没有关系了。我希望你可以遵守契约。小月，对不起啊，我知道我这话说的比较重，你再忍一段时间，等这孩子生下来啊，我们就都解脱了。来，郭教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我的孩子，对吧？永远都是。对，是你的。那在此期间，孙小月和刘玉山联系多吗？他们打过几个电话，那是他的私事，我不管。刘玉山见过你俩吗？见过。当时刘玉山在送外卖，他也看见我了。啊！你快上车，快点！从那以后，孙小月就不对劲，心思越来越歪。小月，我回到出租屋，发现他不在。小月，我打开定位，发现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于是，我去找他。我发现他想跑，他想把我的孩子占为己有。小月，嘿！于是，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孙小月，逼孙小月，为什么逼我？孙小月，你为什么逼我？孙小月！我发誓，我真的没想杀人，我当时就是一时冲动，我被他给激怒了。其实我也是受害者，我就想当个父亲。你在杀害孙小月之后，尸体是怎么处理的？我当时刚要走，刘玉山就来了。孙小月，我今天就要杀了你！我就躲进了阳台。你为什么看不起我？你为什么要骗我啊？你现在肚子里还怀着别人的孩子啊！我现在就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小月，小月，小月，我已经杀了你了吗？我已经杀了你了，我已经杀了你了，小月。对，我不能把你留在这儿，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我再去别的地方。我看见刘玉山把尸体放在箱子里，拿走了我砸死人的奖杯。他走了以后，我就把现场清理了。案发后，你跟你妻子说过这件事情吗？我怎么可能跟他说呢？他的心比我善，承受能力没我强。他要知道孩子没了，肯定比我还难受。更何况，我还杀了人。关于代孕，你妻子什么态度？毕竟我们俩都想要个孩子，除了代孕，也没有别的办法。他算是支持吧。所以，你妻子知情，并且认可这件事，对吧？那代孕期间，你妻子见过孙小月吗？没有。最后一个问题，案发时，你跟孙小月在玄关处
有没有进行过推撞？我是在客厅砸死他的。见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明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reve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举止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忆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
郭长顺全招了，自首招供，这认得也太快了。这叫做贼心虚。再说了，证据齐全，他藏都藏不住。海妈，这光天化日下要劫犯呢。少说句话，不会死吧？这个人是谁啊？郭长顺的妻子林佳，一家制药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今天刚下飞机就提出来要来见郭长顺。赵队已经问过他了，跟郭长顺的证词对得上。我倒是有个问题，林女士，方便再问您一个问题吗？请问吧。孙小月离开保胎房之后，这几天几乎没了音讯。您为什么不问一下您的丈夫呢？我做了一个噩梦。什么？我梦见孙小月和孩子都被我丈夫推下了山崖，我怕噩梦是真的，所以不敢问。对不起，我有点累了。各位，今晚我请客啊！我请客，不许迟到，不许早退啊！不许帮我省钱。你们怎么也在？把门关上。有话直说。DNA 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孩子是郭长顺的。玄关上的毛发还有 DNA 是郭长顺的吗？不是。郭长顺说他在客厅杀死了孙小月，可客厅玄关上的毛发还有血迹又是谁的？林大神探，问你呢。对哦，怎么忘了这事呢？既不是郭长顺，又不是孙小月、刘玉山的，这难道案发现场还有第4个人？很有可能。但是杀死孙小月的凶手确实是郭长顺，这个没错吧？现在所有的物证都指向郭长顺，而且他有行凶的动机。杀人者是郭长顺，抛尸者是刘玉山，这个也已经确定了。但是现场这第4人没有查清楚，这个案子就不算完啊。刚才我们看见了郭长顺的妻子林佳，您帮我回忆一下，她是不是有什么异常啊？他的额头上有一道还没愈合好的伤疤，从伤口的愈合程度上来看，应该是在1个月前形成的，也就和孙小月的死亡时间差不多。伤得不重，这会不会太巧合了一些？你是怀疑林佳也去过案发现场吗？哎，我有个科学性的问题啊，如果这个林佳跟我妈似的，天天把胶原蛋白当饭吃，会不会影响那个伤口愈合时间？胶原蛋白属于不完全蛋白，对人的身体无特殊意义，对皮肤也无特殊意义。被人消化之后会转化成营养，均匀分布。我们平时吃的食物里面都有，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那我妈的钱不白花了。补充营养总归是好事儿吧？如果检验结果证明是林佳的，那么至少可以证明林佳去过案发现场。难道是夫妻同谋杀了孙小月？但是很奇怪，如果是林佳，那么在我们控制住郭长顺之后，他应该计划逃跑才是。对呀，他还特意从国外飞回来找郭长顺，这也太奇怪了吧？我们还是先核对死者家玄关上的血迹和毛发与林佳的 DNA 是否匹配。如果是一致的话，那至少可以证明案发当晚林佳也在场。我们可以请林佳过来配合调查，这段时间我们也会密切的监控林佳，不让他离开龙帆市。但是怀疑林佳跟这个案件有关系，我们就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不能打无准备之仗。现场勘查的同事已经查过了，这里就是郭长顺安排的安胎房。这个是年租房，我们到现在都没动过。你为什么想到来这里搜查？
死者和嫌疑人居住过的地方很有可能会补充物证证据链，有人的地方就会留下痕迹。开始吧。嗯。怎么了？不就个摆件吗？喏。我去，针孔摄像头，难道是郭长顺为了监视孙小月安的？这老小子没交代干净啊！可是他的手表上已经安装了定位监控，而且他大量时间都在这里陪着孙小月，没必要多此一举安装个监控来监控自己吧？除非有人借着出入方便安装摄像头图谋不轨。那这交给你，我立刻去查走廊监控。老王，协助我们调查一下监控呗。好，那个监控正好那天坏了，视频可能没留下来。我没说查哪一天啊，你怎么知道视频没留下来？公寓管理员王雷后来承认，郭长顺为孙小月安置好养胎公寓后，林家便找上了他，并出高价让他在养胎公寓当中安装针孔摄像头。技侦的同事已经破解了云端服务器，保存了所有偷拍的视频，并通过 IP 地址确认了接收视频的手机确实为林家所有。林家无法怀孕，可能是她心里会有一种自卑感，或者是不安全感，尤其是看到了郭长顺和孙小月之间存在着亲密行为，她可能会怀疑郭长顺和孙小月存在婚外恋。所以林家是偷窥到自己的丈夫可能对黛玉妈妈动了私情，我怎么觉得还是不对啊？那林家应该对郭长顺下手吧？如果案件都是用想的，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悬案了。案件需要物证来佐证。哦，对，说到物证啊，林涛在郭长顺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款保胎药，这个药物有中药成分。孙小月取卵，身体受损，我猜郭长顺会不会用药物来给她补充身体？结果这个监控视频证实了我的猜想。可这个视频我看过呀，这能代表什么呢？其实啊，我们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因为这两个纸片胎呢，我们把勘验重点放在了减胎术还有氯化钾身上，但从来没有考虑过男胎身上是否存在药物成分。我有一个黑暗的猜测，但要等证据链闭环之后，我再给大家说清楚吧。希望真相不是我想的那样。进。你好，林家女士。这是搜查证，关于孙小月一案，我们想请您配合一下，回局里接受一下调查。林家女士，跟我们走一趟吧。胎儿的病理鉴定意见书和药物检测报告出来了，有妈宝乐的成分吗？没有，但在胎儿的体内发现一些草本植物的成分。草本植物，市技术员应该会建议去做毒物检验了。这是毒物检测报告，你看一下。红花、丹皮、龟尾麝香，这些不都是活血化瘀的中医药材吗？这些也是传统中医打胎的必备药物。中药呢，不同于西药，只需要控制剂量，服用者未必能察觉到。所以你的意思是，以极小的药量，但是靠药物的累积达到药效？没错，通过人体的代谢累积，毒性会缓慢发作。凶手这招可真够狠的，这不就是温水煮青蛙吗？所以，林家用打胎药替换了妈宝乐，郭长顺呢？一直以为给孙小月吃的是营养药，而孙小月
其实吃的是打胎药。承认了，就是那管理员王雷。我把这检验报告往他那儿一拍，全承认了，说是在林家的授意下给孙小月换了药。那家伙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要是没有这个证据，这些秘密还不烂在心里头。哼！所以你要记住了，要相信物证，不要轻易相信嘴巴。无法怀孕的林家用换药的方式杀死了郭长顺和孙小月的孩子，以此来断了郭长顺的念头。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黑暗的猜想？嗯。但是为什么后来就会演变成郭长顺杀了孙小月呢？主任 ，DNA 检测的结果出来了，玄关上的毛发浅血属于林家无误。太好了，有了这份检测跟那个毒物报告，我们去问一下当事人怎么说吧。在孙小月家玄关，我们发现了你的头发和血迹。你去过孙小月家吧？你通过手机，利用针孔摄像头监视着郭长顺和孕母的生活。王雷已经交代了，我想你现在的手机里面，应该还有这些视频。这是孙小月胎儿的毒物检验报告，王雷已经承认，在你的指使下，用打胎药换了保胎药妈宝乐，造成了胎儿的死亡。那又怎样？林佳，你杀了一个尚未出生的胎儿，这是个生命啊！如果杀死胎儿也算犯罪的话，那做人流的医生岂不都是杀人犯了？我警告你啊，林佳，别太嚣张啊！我说错了吗？胎儿如果没有出生，就不算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那么依照我们国家的法律，别提杀人了，连犯罪都算不上吧？你早就料到你会出现在这里，所以你想好了所有问题的应对。可是你要知道，胎儿在母体里，你伤害了胎儿，就等于伤害了母体。林佳，你涉嫌触犯故意伤害罪。我还要重复多少次啊？我说过了，那又怎样？我想请二位警官分清主次。孙小月的人是郭长顺杀的。至于对母体的伤害，我想请问，你们有具体检测到我换的药对母体造成了什么伤害吗？没有。那我也就没有犯罪，对吧？岂有此理！这女的也太嚣张了吧！所以他承认杀死了孙小月的胎儿，但是他不承认和孙小月当晚遇害有关。是啊，她肯定隐瞒了什么事儿。本来我以为抓到凶手郭长顺，这个案子就结了，现在看来，里面还有大事儿。现在真正知道真相的，应该只有2个人。这个你不说我也知道，可为什么郭长顺不愿意供出林家呢？有没有可能，郭长顺根本不知道林家杀死了胎儿，不然他早就和林家反目成仇，更不会包庇他了。我看未必。郭长顺求子心切，把孩子看作命根子。你们还记得林家见到郭长顺的那一天吗？林家见到郭长顺的时候，不自然地用手摸了一下肚子。当时我并没在意，现在想起来，这会不会是一种信号？他想要告诉郭长顺，我现在怀上了孩子，你放心。林家不是不孕吗？那如果这是林家给郭长顺设计的一个骗局呢？代孕妈妈生下的孩子不可医救，而我现在怀上了孩子，为了孩子你要保住我，这会不会是林家的思路？所以，我们得先让郭长顺知道林家的真面目，从而让郭长顺说出真相。我们可以先从林家入手，我可以申请帮他做一个怀孕检查。我就和李队汇报。
哎，我也是刑警啊！喂，你在干什么？我大传是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的律师的！我要告你们！我要告到你们连警察也做不了！孙小月肚子里的孩子是被林家换药毒死的。这事儿我看你并不惊讶。人都没了，说什么都晚了。这份报告应该眼熟吧？是你妻子林家在美国做的子宫修复受孕报告。是。他跟我说过，他认识一个美国医生，可以用高科技的方法让她怀孕。可实际上，我们在林家电脑里面找到了被删除的邮件，里面有林家收买医生做的伪证。林家没有怀孕，那个证书是假的，只不过是他用来欺骗你的道具而已。我要见林家，我现在要见林家。你见不了了。他涉嫌案情已经被我们给收押了。在孙小月家中，我们发现了林家的头发和血迹，这说明案发当晚他也在场。事到如今，我劝你好好想一想，包庇林家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你们要的都在那块手表里。被删除录音已经修复好了，来我看一下。林家，你怀疑我出轨孙小月，你跟踪我接近她，用毒药毒死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你逼着孙小月对你出手，你让我在你们俩之间2选1，你逼着我让我杀了她，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啊？那是我的孩子！没错，这些都是我策划的。林家，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教唆杀人。如果你还是……我老公已经没有了，家也没了，我的人生完了，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可能实际上我自己内心也在盼着这一天吧。都赶紧结束吧。跟我们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老公跟那个黛玉妈妈的感情，我每天都看在眼里。你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吗？今天怎么样？我虽然失去了生育的能力，但是我没有失去爱和恨的能力。我不能让他们这样戏弄我的人生。Dr. Jonathan, this is Karen Lee. Do you remember me? I need to ask you for a favor. 宝贝啊，妈妈有点不舒服，能不能不在妈妈肚子里折腾了？之后，我就开始了报复计划的第2步。我最大的抓手，却是孙小月完全不知道我是谁。啊，谢谢。先坐一会儿吧。
喝口水。谢谢。按理说啊，到了你这样的阶段，不会有这么大的妊娠反应。我学过医的，要不要帮你看看？你是医生啊？哎，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最近这个反应有点大。你住在这儿吗？啊，我自己不住这儿，但是我家离得特别近，而且有一个朋友在这儿，我会经常来的。我叫林佳。啊，我叫小月，孙小月。在取得了他的信任之后，我就逐渐的掌握了他行动和饮食的规律，这样就给管理员老王制造了下药的机会。我本来真的想得很简单，我想，要是我处理掉他肚子里的孩子，然后再让郭长生相信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就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佳姐，你结婚了吗？怎么突然这样问？啊，嗨，我就看你手上有结婚戒指的印子。我跟他在一起快20年了，但是他爱上别人了，那个女的还怀了他的孩子。天哪，佳姐，你太可怜了。你是不是特别恨你老公啊？哎，小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报复他们？我觉得是挺过分的，不能随便放过他们。对，不能放过。这时候天好，要出来走走吧？对，没有我在家里。咱们下午去逛逛吧。好啊。你说这幸福是什么呀？我就觉得能跟心爱的人平平淡淡过一辈子，也就没什么遗憾了。那你心爱的人是谁呀？当然是孩子他爸了。佳姐，明儿我跟孩子他爸就要离开这儿了，我们不打算在这儿生活了，可能以后都见不到你了。不过我会想你的。孙小月所说的父亲，你觉得指的是谁？当然是郭长生。跟我们说一下案发情况吧。宝贝啊，妈妈真的好爱你啊。可是今天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的胎心有点不对劲，妈妈好担心啊。是不是马上见到爸爸，有点激动啊？唉，别着急啊。从今天晚上开始，妈妈、爸爸还有你，我们会去到另外一个城市，重新生活。我们一家人再也不会分开了，好吗？
佳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我想你了，想来看看你。你最爱的芒果布丁，先进来吧。真好吃。佳姐，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芒果布丁？我记得我都没跟你说过。郭长顺不是经常给你买吗？郭长顺，你怎么认识郭长顺啊？小月，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一定要好好惩罚我的老公，还有那个小三。我今天就是想按照你的意思，把这件事办了。郭长顺，是你老公？别打了，打也没有用啊。要是郭长顺知道了，你肚子里是个死胎，他还会爱你吗？还会跟你远走高飞吗？你在说什么呀？不好意思啊，一时忘记告诉你了，你的安胎药其实都被我换成了毒药了，加上你刚才吃的那些，你肚子里的胎儿应该没有心跳了吧？你为什么这么做呀？你作为一个妈妈，肚子里的孩子心率一直有问题，你感觉不到呀？太可怕了！我可怕？我不会让你和你肚子里的东西毁了我的婚姻。你凭什么？你真的以为我会没有准备好就过来吗？老婆，老婆，小月，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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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啊，怎么了？你问我怎么了？你就为了一个那样的女人，要抛弃我吗？你说什么呢你？今天我和他之间，你必须选一个。我选什么呀？我都糊涂了，你跑这儿干嘛来了你？走，我送你去医院。走，去医院。走，起来。我们已经回不了头了。什么意思呀？如果你是教授，我是制药工程师，那个女人，她是个陪酒小姐，她就是个疯子。你看她，她已经把我弄成这样了。没事，没事。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代孕还是违法的，他一定会去警察局告发我们的，他还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发布到网上，他会把我们都毁掉走。他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没关系的。不过，我也可以生，我可以给你生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宝宝。你不能让我毁了我们两个人的未来！不敢。
小月，小月，快，小月，别动！放开我！小月，左辉呀，放我！都结束了。老公，没事的，我们把现场清理干净就好了。回来。孙小月，我今天就要杀了你！今天就要杀了你！杀了你就是你！我要杀了你！杀了你！有人帮你顶罪，不好吗？文丽大夫，你说。林家，你怀疑我出轨孙小月，你跟踪我接近她，用毒药毒死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你逼着孙小月对你出手，你让我在你们俩之间2选1，你逼着我让我杀了她，你为什么要这么干？那是我的孩子，没错。这一切都是我策划的，但是我这么做，不过是想捍卫我们2个人的婚姻而已。我有什么错呢？我杀了孙小月，我刚才杀了孙小月，我现在是杀人凶手，你知道吗？你不是杀人凶手，是刘一山杀的。你干净太蠢呐！万一找到我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我们把现场处理的那么干净，不会的，他们任何线索都找不到。哪怕万一警察找到我们，你也不用担心，我会承担一切后果的。如果要坐牢，我去。你去？你怎么去？我问你，你下周就飞美国了，你怎么去？我是要去美国，我是准备去做手术。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宝宝了。
原来一切都是天意，全部都是因为代孕，全部都是因为那个代孕妈妈起了坏心思。我本来只是想跟郭长顺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只是希望我可以过一家3口的幸福生活。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老公居然要为了他离开我，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林佳，你触犯了伤害罪和教唆杀人罪，属于情节十分严重、影响极其恶劣的，你有可能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死刑。但你现在有权保持缄默。我认，我全部都认。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女的，她死有余辜。林佳，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是你误会了他们。你的丈夫和孙小月没有情感关系，但孙小月确实对胎儿产生了情感，违反了所谓的代孕契约，所以她打算和男友逃离这座城市。这些证据证词，足够证明我以上说的话。难道我真的错了？即便你是犯罪嫌疑人，你也有知道真相的权利。我把这些都告诉你，我只希望你不要带着恨意继续之后的生活。明天见。走，咱们先走。他们俩跟我过来啊。跟上次那家。证据链闭环，案件告破，只可惜2个追求幸福的家庭，却因为非法代孕家破人亡。最可怜的是那3个还没有出生的胎儿，还没来到人世就丢了性命。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单单的伦理问题，杀胎应该得到更严厉的法律制裁。郭长顺故意杀人罪，刘玉山弃尸罪，林佳也逃脱不了伤害罪和教唆杀人罪。没想到第1起案件就让人记忆深刻。不说案情了，林涛说这是他第1次办案成功，所以家里给他办了庆功。走吧。上车吧。结案了，3见你的时候也到了。你什么时候走啊？大家都说要给你送别，特别是林涛，他说他接你来的就要送你走。其实我觉得龙潘市真的还挺有趣的。那你来龙帆市到底是为了什么呀？寻找失去的东西。那你找到了吗？等找到以后再告诉你。那可是你说的。你说这是不是你最后一次载我啊？做任何事情都要当做是最后一次。算了，如果你实在不想说为什么的话，那就算了。那我可以扶你吗？不可以。但如果你怕摔，可以拉着我的衣角。
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月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应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
我进来了。走了？怎么连再见都不说一句？一点家教都没有。不要让我再看到他，看我怎么教育他。十一表姐居然有这么感性的一面，仪容仪表都不在乎了。女人需要的是陪伴，而不是千言万语的安慰。十一表姐，我理解。啊？你不会是因为这个面拉鼓的吧？那不然呢？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秦明的事在难过呢。你有病吧？我因为那个没义气的人哭什么呀？他还不如这碗面呢。就是，那个不讲义气的家伙，说走就走的。他这个人啊，虽然有点才华，也有点能力，但人品太差了。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就应该在记忆里给他画一个叉，彻底忘掉他。说实话，我也挺生气的，但就是忘不掉啊，就感觉刻在我心里头去了。哎，如果他在的话，我跟他这个组合，那岂不是天下无敌？哎，你被发来的链接。我的窗也是封好的，还有门也封上了。哎，这是直播，你们赶紧找到这女孩在哪儿，赶紧赶过去，不然很容易出事儿。快呀！好。我的人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活着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我永远没有办法改变他对我的看法，他也不愿意给我第二次机会。没有人能救我，可能只有我死了，才能得到真的快乐吧。快，把窗户打开，后面拿走。说说这位主播的情况。弹幕里面有爆料人爆料说，直播中的这个女孩子有可能被自己的父亲性侵过。你是谁？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这明显就是在带节奏。但这个人知道主播姓刘，就说明他们可能认识。对呀，而且这个主播他自己也回复了，说你怎么知道我姓什么？这反而加重了爆料人爆料的可信度，才引发了各位网友的猜测。我觉得吧，这个小马甲就是落井下石，居心不良。这个人我们在查，阿法医，现场情况如何？从自杀的角度上来说，他确实是不太专业。
作秀？不，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结合是氧气的50倍。烧炭自杀的痛苦是在于吸入的氧气无法与血红蛋白结合，导致无法运输到各个脏器，从而出现内窒息。临死前呢，会非常痛苦。即便死不了，严重中毒者也会因为进入高压氧舱后而形成的脑部缺氧丧失意志。所以即使死不了，也要活受罪呗。和缺氧的后遗症类似，主要是器官衰竭还有心脏损伤。不过呀，他确实是挺不专业的，但他确实也是一心求死，好在解救的比较及时。秦明，你怎么来了？我是过来报道的。别开玩笑了，我们哪来的编制啊？你要舍不得我们，就直说，又不会笑话你。没想到是你来报道啊！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本来啊，我想等人齐了再宣布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都到了，庞然同志，立正。秦明，你也立正。鉴于我市法医中心在巨人关恶性杀人案件侦破当中的优异表现，经省厅领导批示，以我市法医中心为主体，合并周边3个县市级法医中心的工作，组成一个联合法医中心。当然了，人员和设备上都会有相应的扩充哦。那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有钱买新设备了。哎呀，这个经费方面嘛，那还是比较紧张的。但是省厅的领导给我透露了，有可能啊会淘汰一批旧设备来补充给我们。那也行。那他怎么回事？不跟你说了吗？人员会有扩充。早就说呀，可能要来一个高材生，没想到会是你呀。听说你还是主动申请的，看来我这个领导还是有个人魅力的呀。行了，那快坐下吧。说吧，为什么回来？人家刚报道，就问东问西的，没吃饭呢吧？来，见者有份儿，来吧。我吃过了，主任，谢谢。干嘛呀？别那么客气，都是自己人了。我来代表组织奖励你。我从来不吃蟹子。为什么不吃蟹子啊？你海鲜过敏吗？蟹子并不是蟹卵，还包括蟹黄和蟹酱。蟹黄呢，其实就是母螃蟹的卵巢，还有消化腺。你看这个上面金色的小颗粒，其实就是母螃蟹的生殖器经过洗涤、晒干之后而形成的衍生品。我都这么说了，难道你不觉得难以下咽吗？不会啊，那又怎么样呢？主任，哎，林涛，来，快进来，快进来。哎，你小子怎么也在？哎，算了，我先讲正事儿吧。这个叫黑森林的公众号真的太恶心了，把一个女孩的自杀写得乱七八糟。我给你们看。嘛？给我看。这黑森林太蹭热度了，这阅读量都已经上万了，你看看。关键是啊，为什么我们来背锅？我们又不是没有拼命的吵。李队啊，已经查清了这个女孩的身份。这个女孩叫刘丽丽，今年19岁。你刚才看的这则新闻已经上了咱们龙帆市的热搜第1名了，影响非常的恶劣。局里边领导都有指示了啊，让咱们重视起来。但我真的很好奇，这刘丽丽到底经历什么了？刘丽丽身上有伤，李队说呀，她极有可能受到过暴力侵害。这样，你们2个带着刘丽丽到医院做个司法鉴定。秦明，你休息2天吧。他不行，他是我的人。哎，等等，主任，他正式归队了？对啊。那愣着干啥呀？赶紧工作去！哎，走。哎，主任走了啊！哎，让我们上班了。走，走了啊！上班啊！来，正在给你安排住处啊，你在安人家先借住一阵儿。哎呦，不错，还给我剩了2块。哎呀，
我这个老婆就给我做这么脏的东西？味道还不错。幸亏救治及时，没有对你的身体造成太大的影响。医生也说过了，你再躺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你家人来接你了吗？我没让他们来。他们知道你发生了什么吗？应该不知道吧？我不清楚。因钝性外力作用至颈部双上肢软组织搓擦伤，面积为22平方厘米。丽丽，你这些已经构成轻微伤了，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弄的吗？自己摔的。那手腕上的割痕呢？小时候弄的。丽丽，你方不方便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做这么极端的事情？这是我的电话，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忙的，你随时打电话给我。回局里。那我们先走了。谢谢。自杀通常是比较私人化、隐蔽化的行为。可刘丽丽选择用直播自杀这样极端的形式来宣告天下，她仿佛是想要某些人或者某个人看到她的死，这带着某种警示或者报复感。她好像是在对屏幕后面的人说：“看吧，是你们害死了我。”没错，但你别忘了她身上的伤，她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哎，如果他父亲真的存在性侵行为，那这一切全说得通啊！又乱拍脑门说话。行，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刘丽丽父亲刘斌的案宗：故意伤人罪，刑期7年，看来是致他人重伤了。刘斌3年前刑满释放，今年刘丽丽19岁，也就是说，刘丽丽10岁到16岁这个成长关键期，刘斌是缺席的。有一个坐过牢的父亲，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女来说，确实会留下一些心理阴影。那如果这个女孩的生活再有不顺，或者是她父亲对她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的话，那她确实会走向极端。我还是那句话，刘丽丽的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些伤？还有她为什么选择直播自杀？还有那个小马甲的地址，用户你有查到吗？信管部门正在查，预计明天就能锁定此人的真实身份。哎呀，也不知道李队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有。刘丽丽直播自杀，学校闹得沸沸扬扬的。学校领导找到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半年前，刘丽丽出了一件事情。刘丽丽向校医求救，她的阴道在大量的流血。从凌晨开始，2个小时，她就浸湿了7到8块卫生巾。她因为失血过多，她就出现了头晕、心悸等迹象。校医把刘丽丽送去医院，经医生查验，刘丽丽的阴道右侧壁有一块深0.5、长2厘米的撕裂。阴道撕裂，幸亏就医及时，做了手术，才控制住出血的情况。刘丽丽呢是希望校方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她的父母，校方也是觉得刘丽丽可能有所隐情，但最终校方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的母亲陈平。阴道撕裂常见于性生活姿势不当或者用力过猛。校医也是这么说的。据校方了解，刘丽丽在学校的时候并没有谈恋爱，她的母亲也说刘丽丽没有男朋友，但只有刘丽丽一个人闭口不谈这件事情。而且她的情绪日渐低落，没有恋人却阴道撕裂，对此还闭口不谈。半年之后又直播自杀，她的种种行为确实很像遭受强暴后的受害者反应。还有更可疑的呢，陈平要求校方加大对他女儿的保护，阻止刘斌见到刘丽丽。他好像很担心刘斌接触到自己的女儿。妻子
阻止丈夫接近女儿。我总感觉啊，这受父性侵越来越真了。校方也是这么怀疑的，所以才会联系我们嘛。先去刘丽丽家吧，校长呢已经把诊断书给我了。我但愿校方的猜测是错的。我也想去看看这一家三口会怎么说。金法医，这案子呢该查查，饭也该吃吃。今晚我给你做东，给你办个接风宴啊。怪不得不吃欢送饭，原来是要吃接风宴。哎，这市里还要明明更好，干嘛非得留在我们镇上？下基层锻炼。这理由找的冠冕堂皇，倒不如说是因为我们家乡风景秀丽。这里的风景确实是挺不错的，但我喜欢这儿是因为一个人。林涛，哎，把这车里的空调温度往下调一调，你看看把安然给热的脸都红了。好嘞。我在想案子。这个受父案啊，如果是真的，必须要马上行动。刘丽丽她很有可能再走上绝路，对吧？必须要查清楚。来了，谁呀？你们是刑警队林涛，溜冰队吧？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需要您配合一下。找我啊？行，进来吧。来，请进。要不要给你们倒点水啊？不用了，您坐吧。刘丽丽现在正在医院休养，经过伤情鉴定，我们发现她身上有多处人为造成的轻微伤，所以我们判断她在出事前被人暴力对待过。哎呀，我确实是没控制好自己情绪，但是我是真不让她走，她非得自己走，你说这不找事儿吗？但她已经成年了。啊，您不觉得您的教育方式有些过激了吗？过激？现在哪个父母不是对自己孩子恨铁不成钢啊？这一切全怪他母亲陈平，孩子有今天就怪他。我应该守在家里，都是我的错，我不该逃走。逃走？如果我不走，我就会被他打死了。这些年孩子，你说跟他学了些什么？一点好都没学，一提他我就生气。不对，哎呦，哎呀，硝酸甘油，你有心脏病，老毛病了。您先平静一下，不着急，慢慢说。刘丽丽这个孩子吧，从小就非常聪明，我呢就觉得她是个苗子，就想把她送到清北大学，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等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啊，我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孩子身上。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天，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我要把它裱起来，挂在咱们家墙上，让所有到咱们家的人都看到我和你妈这几年没白努力。我们学校啊，确实没有刘丽丽这个学生。您再帮我查最后一遍。对，刘丽丽，美丽的丽。你就是再让我查6遍，也确实没有刘丽丽这个学生。请你不要打扰我的工作了啊，您先请回吧。哎呀，结果到学校一看，谎话连篇，没一句真的。你说我这白天黑夜的开出租车攒钱，不就是为了她吗？全都是因为家里边有个败家的女人。一会儿丽丽回来，你有话跟她好好说，啊。
这事儿你管不了。啊。你们怎么突然叫我回来？清北大学我去过了。你去那儿干嘛？我不是说了不要去打扰我学习吗？你还撒谎是不是？哎呀，你有还撒谎是不是？你不要动手！起来！清北大学就根本没有你这个人，你说怎么回事？我没考上清北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我伪造的，我怕你打我。那你高考终究考多少分？你现在问这个有什么用？你闭嘴！我数学考砸了，总分加起来只能上楼盘市的职业技工学校。我这2年是在那读的书。丽丽啊，那个学校连个本科都不是吧？我知道，我都说了我考砸了，我不是故意，我知道错啊。我问你，我这张脸往哪儿放？我这张脸往哪儿放？别动手，我求你了！你起来！这个陈平啊，一点好事没办，把孩子带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一个女人，赚钱养家，还带个孩子，我没什么本事，能把他好好养大已经很不容易。要不是刘冰坐牢，孩子也不会变成那样。外面那些闲言碎语，连我都受不了，孩子更是抬不起头来。好不容易等他出来了，他不但没有好好补偿我们母女，反而是对我们严加控制。他把对丽丽所有的失望都怪在我身上，没事就对我拳脚相加。真的，我要是不走，早晚会被他打死的。你走的时候，考虑过你女儿吗？如果我把丽丽带走，就算是天涯海角，他也会把我们追回来的。那样反而会害了丽丽。我是想，他看不见我，或许就能平静下来。可谁知道，他会做出那种事情。丽丽有男朋友吗？她敢？你是说那个搞摇滚那个是吗？大概半年前吧。丽丽学校的校医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诊断她是因为性生活不当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身体损伤。之前您知道吗？我就说吧，就不能跟这群玩，早晚要出事儿。二位警官，你们告诉我，是不是他们干的？要是他们干的，我这辈子饶不了他们。这个报告我知道，我问过丽丽，但是她什么都不肯跟我说，所以我想，网上那些评论也不是乱说的。什么意思呢？我离开刘冰，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半年前，就在丽丽看病前不久，我跟她说过很多次，女儿大了，要跟女儿保持距离。可是，她说，无论丽丽多大，都是她刘冰的女儿。再到后来，那天是丽丽发烧39度多。让她上医院，这孩子不去，我拿酒精给她擦后背，给她降温，这有什么问题吗？他给她洗内裤，还闻来闻去，说我闻她内衣，那是那天我给她洗衣服，我发现上面有烟味儿，我怕跟不三不四人再混在一块学坏了。您女儿都多大了？您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哎呀，那我就说一句你们两位不爱听的话了。一看你们就没当过父母，那孩子从小到大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啥没见过，他就80、90了，我不也是他爸吗？您再往后滑，看看那些评论，有什么想说的吗？哦，那是有一次在车里，他穿了一个超短裙，我说这样不好，我指着腿说的。
我怎么可能摸他腿去呢？一派胡言都是。后来丽丽爱上直播，她经常在网上分享她的兴趣爱好。我看过几次，她展现给外人的都是阳光灿烂的一面，从来不说家里的那些糟心事儿。可就算这样，刘斌还是没有放过她。你回来了啊？怎么了？没事儿。啊？怎么了？没事儿，真没事儿。我看看。真没事儿。看看。你们去手机。我有点事儿，我先下了。整天不顾正业的东西。爸。啊？不是这样的。什么玩意儿这是？不是这样的。干什么呢这是？你这都是什么？我就知道你考不上清北大学，你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不是。这都是什么啊？这都是什么？爸，我错了，爸，我错了，我不敢，我错了，我敢。我告诉你啊，没有我同意，你一辈子不能离开这个屋。有必要吗？这是我的家，我说的算。吴彦丹，你可以滚。我早就受不了你了。我没求你啊，你现在就可以走啊，滚！这个家，我再也受不了了。好，走吧，走吧，走。所以您对这些指控，全都是否认的，对吗？我没啥可承认的呀。你这样，你问刘丽丽行吧？刘丽丽现在的情况不能问这么刺激的问题。二位警官，所以我把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了，说的都是实话，没了，就这些。行，谢谢您配合。他就是那样，什么都是别人的错，问多了就发表打人。对丽丽也是一样，他控制她，监视她，查她的手机、电脑，禁止她跟同龄人来往。他就是一心想占有丽丽。丽丽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什么都不跟我说。我看孩子就是受欺负了，他不敢说。孩子引到死里，那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陈女士，我需要跟你确认一下，你亲眼看见过刘斌猥亵刘丽丽吗？他做出那种事情，怎么会当着我的面？自从我离开家，就更加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是我烧好的炭，还有我的窗也是封好的，门也封上了。这都什么事儿啊？上门询问，回来还上一个。关键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刘斌的反驳没有一句站得住脚啊。但是当事人刘丽丽什么都没承认。他敢说吗？你瞧他那受伤的样子，一看就是被吓惯的。说实话呀，他没疯已经很不错了。亲人做出这种事情，谁受得了？但我并不认为刘斌猥亵过刘丽丽。是吗？陈平说的头头是道，但他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刘斌猥亵刘丽丽。要想证实刘斌性侵过刘丽丽，我们需要实质性的证据。
怎么着？刘斌在犯罪方面已经是老手了，肯定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再说了，性侵案一旦过了取证时间，再想搜寻证据，真的不容易。你怎么看？我认为刘丽丽直播自杀是一种无力的控诉，这种事情难以启齿，但足以击溃一个少女的内心世界。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一个少女的人生。这个案件，不管是从伦理上还是法理上，都是一个无法容忍的恶性案件。我们一定要查到底。欢迎秦明回来，走一个，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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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哥，好，坐下吃吧，都坐下吃吧啊！喜欢吃什么吃什么啊！好，来来来。多吃点啊。去啊！今天晚上接风宴的主人公可是你，你一个人怎么躲在这里吃面啊？安排的人是你，吃的最多的也是你，笑得最大声的还是你。我呢，不过就是一个符号而已。这样的接风宴其实和追悼会没什么区别，我就是一个主题而已。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太不知好歹了？谢谢。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和我说？你觉得这里的生活怎么样啊？你觉得这里的人怎么样啊？哟，聊什么呢？不能听啊！你不是都听到了？在这干嘛呢你？剥橘子。你呢？刚刚说这里人怎么样，什么意思啊？这里的人怎么样的意思呢？就是，林涛怎么样啊？李队怎么样啊？我怎么样啊？算了，我不想知道。哎，干嘛呀？你没看到他是包给我的吗？我来了才包，什么叫包给你？林涛，你有病吧？就是包给我的。放心吧，舅舅，我已经到了，入职手续已经办好了。嗯。斗门阵，我一定来过这里，我一定会把鸡找回来的。其实你想要的答案，我们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是你们看到的答案，我想要找的是原本就在我脑子里属于我的答案。我想要问的问题，除了我自己，没人可以回答。秦别，你首先是一个法医，是要讲究证据为先，而不能被脑子里面那些胡乱的回忆影响，知道吗？有人给我寄了这个。删除键。我觉得这个删除键和我妈妈的死有很大的关系。答案呢，就在斗门镇。根据直觉。直觉是大脑神经系统的副产品，不会100%正确，所以还是证据为先。我明白，但无论我的直觉是对是错，
我都想去证明。他这个人吧，挺冷的，对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关心，冷淡却又不冷漠。他孤傲又拽的样子，往人群中一站，却又很特别。这是有感觉了呀？那我不知道，反正每一次我站在他旁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心砰砰直跳，特别慌张。以后啊，你这种话别跟我说了，我鸡皮疙瘩掉一地。要不这样，你去问问他，对你有没有感觉？我才不问他。问就问呗，这有什么的？追求真相本来就是我的工作，这有什么可怕的？兄弟，兄，有事吗？呀，我有些话必须得告诉你。你能留在我们斗门镇，我是真的高兴。你是我兄弟，这话我可是说过的。但是呢，我又特别不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以为我是 super star， 结果你是。我以为所有人都在关注我，结果在关注你。我不服，我告诉你，我不服。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你，让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你信不信？我不信。不信就不信，我自己信就行。最后，欢迎你，兄弟。够了，帅。谢谢。真帅。还好没冲动，要不然就尴尬了。师傅，外卖好了。师傅，外卖好了。谢谢。魂不守舍，有烦心事儿啊？啊，齐了没有？齐了啊，别介意啊，我这人就这样，自来熟。没事。扫码关注我微博，回头吃饭我给你打8折。得嘞。好，多少钱？20。打折了吗？打了。行，常来光顾啊，忙着啊。去哪儿啊？城郊护城河附近，我给您指路。哎呦，你那地儿有点远啊。我有点急事，拜托了，我给您加点钱。行吧，加钱走。到了。是这儿吗？哎，没给钱呢，哥们儿，没给钱呢，怎么回事啊？这么点钱，至于吗，哥们儿？这样。怎么样？问了没有？没问，我不知道问了以后要怎么办。
那他要说是我的话怎么办？他要说不是我，我更不知道怎么办了。你可真是急死我了！你就直接问呗，那是或不是？他说完你掉头就走，你让他好好琢磨一下。怎么了？我觉得有时候闺蜜之间的信任挺可怕的。为什么？我居然让你在这件事上帮我出主意。虽然我离过婚，但总比有些人到现在都没有谈过恋爱强吧？哎，九表姨，11表姐，干嘛？你今天黑眼圈有点重啊，怎么跟个熊猫似的？他失眠不可以吗？行，当然行。这失眠了肯定是有心事啊，跟我说说呗，说说嘛。怎么没叫我一起上班啊？我忘记了。你妈妈给你做的早餐，让我帮你带过来。谢谢。你今天匡州色素怎么这么重啊？什么意思啊？哎，你看这边啊，哪那么多问题啊？我昨天晚上没睡好。脸还很红，呼吸急促，生病了？没有。啊，是我。什么？好，我知道了。发现刘斌尸体。什么？刘斌死了？见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灭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忆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